大家好，我是吴薇，欢迎回来大声。昨天呢，中华民国台湾庆祝了他们的国庆日。首先呢，这期节目让我们先祝贺台湾人民国庆快乐。这期节目呢，也是关于台湾的这个国庆日赖清德总统他的演讲。首先呢，在进入节目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开会员了，请大家用网页版或者手机版点击我们频道上方的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我们的会员呢，目前的节目和我们现在不是会员的观众看到的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可是呢，我们有会员的话，会员陪伴我们在一起，给我们更多的、更紧密的反馈，更有个性化的这些提问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也知道武道不孤，我们在努力。而且上一期节目呢，我稍微有一点点吐槽，所以得到了很多观众的特别热情的、特别正向的支持，我就特别的感动，谢谢大家。昨天呢，中华民国台湾庆祝了他们的国庆日，这也是新当选的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总统国庆演讲。那他这样的一个演讲在全球范围内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反响呢？尤其在目前这个台海关系日益紧张，赖清德总统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数次发表了一些直接针对北京的表态，这样一个背景下，国际媒体又是怎样评论这个讲话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梳理和分析一下。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首先从事实层面看哈，赖清德这次的国庆演说持续了大约20分钟。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这个直播，气氛非常好，前总统蔡英文和陈水扁也都出席了。他这个主题是团结台湾共圆梦想的一个演讲呢，有多家媒体总结，他提到了8次中华民国、44次台湾、2次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在文本方面呢，相对于蔡英文在任的时候呢，赖清德这一次更频繁地提到了中华民国。他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非常清晰，就是台湾在强调民主自觉的同时，还是牢牢抓住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和它的历史脉络。其实呢，也在展现一个赖清德政府他们对台湾身份与合法性的一种陈述和一种自信。其实呢，这也是我在期待此次演讲之前关注的一个点。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继续说为什么这个文本上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地方哈。再具体看，首先是我要鼓励大家去完整的看一下他这20分钟的演讲，时间不长，或者呢大家去看一下他这个文本的文字的原文，就可能就比较有针对性的知道我在分析什么哈。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全篇来看，最重的2句话，无疑是接下来这2段。一个就是说，他说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这几句话其实呢，多家媒体都有所分析，就是清晰地阐述了台湾目前的一个立场，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它其实强调的是台湾的独立性和民主价值，也很清晰地拒绝了北京政府一直坚持的任何的对于台湾的主权的这种声索。他另外一段话说，身为总统，我的使命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团结2300万台湾人民，并且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并吞。这段话呢，多家媒体和一些分析人士也都分析了，就是也是表达赖清德作为总统的一个核心使命。他也很清楚地说，要坚定地捍卫台湾的主权，抵制任何形式的侵略或者并吞，也是其实要展现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新一届领导班子下面的一个坚持台湾主权独立的这样一个
强硬态度。虽然赖清德在演讲中呢说了几句很明确的硬话，其实他的大部分的言辞相对是温和的，甚至蛮柔和的。比如说他表示台湾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呢承诺维持两岸健康有序的对话交流。他甚至还提到呢，台湾愿意与中国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和区域安全方面展开合作，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造福两岸人民。当然接下来我会分析他这样的一个温和，甚至是完全一个友好的表态，北京会不会接受呢？答案是不会的。好，我们先往下看哈，就是国际媒体这次呢对台湾赖清德国庆讲话呢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就如我刚才所说，绝大多数的报道的这个标题提炼呢都是针对赖清德演讲中的这几句很明确的强烈表达。美国媒体呢还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军事威胁这个大背景。再比如英国的路透社就说，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在台湾地位问题上的言辞呢日益强硬，其实一直在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就每一次赖清德有一个针对性的表态呢，都会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长期以来，世界各国支持中国、投资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的提升，无非就是期待中国一起为世界带来贡献，对内重视民生，对外维护和平。当前国际紧张情势不断升高，每日皆有无数的无辜人民死伤于战火中。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在陈述和文本方面，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新的点，就赖清德甚至还讲说，其实中国也应该在维护世界和平，尤其在停止俄乌战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也号召中国加入这种维持国际和平的努力中来。但这样的一个友好召唤呢，北京肯定是拒绝的，因为他们肯定会认为赖清德根本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请求。路透社也说，赖清德在演讲中呼吁要和中国合作，促进全球和平。路透社抓住了这个点。路透社呢还引用了这个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纳赫曼利夫的一个评论。这个利夫啊，他对多家国际媒体都做了一个类似的评论，我在这里就引用他对路透的这个引语哈。他说，赖清德的演讲相对务实，延续了蔡英文的政策框架，尤其呢在对中国大陆的言辞上，他没有采取讽刺或者激进的立场。这个利夫说呢，这表明赖清德在关键时刻他是懂得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能够平衡两岸关系，他也在避免直接的挑衅。他在对另外一家媒体说的时候呢，说的更直白，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赖清德其实过去的几个月有多次针对中国的一些表态，比如说他就明确的说过，中国你老想着收复台湾，那俄国还拿走你那么多领土呢，你怎么不去收复俄国的领土呢？这个讲话其实是直接针对北京的，是直怼。当然呢，支持他强硬态度的一些分析师就觉得这个表述太好了，有针对性，蛇打七寸，让北京没法反驳。但是也有一些担心北京强硬反应或者担心军事局面升级的分析者呢，就认为赖清德没必要在言语上刺激北京。所以这样一个分析结构呢，在国际媒体的多个报道里都有呈现。就一方面也在观察赖清德有哪些很明确的表态，在坚持他自己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个鲜明立场，但又在分析他这样一个态度在文本上会引发北京什么样的反应。华盛顿邮报呢就援引了台湾这个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的一个观点。总体而言，这是一篇平衡的演讲，向国内外观众传递了精心设计的政治信息。我相信它将受到外国政府的广泛欢迎。
华尔街日报也说赖清德呢重申了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并呼吁保持冷静。英国的 BBC 英文和中文都有分析，但是中英文的分析的这个立场不同。我之前的节目说过，很多时候呢，虽然是同一家媒体，但是如果记者自己的立场或者自己的一些引语选择的方向不一样的话，也会带出不太一样的分析。BBC 英文的分析呢，就是说蔡英文和赖清德其实他们这两个都是民进党的政府班子，能体现出来了一个延续性，就是赖清德整体在对台湾主权的结构这个表述上并没有脱离或者超越蔡英文的框架。BBC 中文呢还采访了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宋文迪，说赖清德的演讲呢没有什么新意，但他展示了台湾在中国问题上务实和稳定的形象。对于这样一个其实国际媒体认为虽然有明确表态，但是其实蛮平衡的，言语上也并没有主动刺激的一个演讲呢，北京怎么反应？北京迅速做出了反应。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说，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接，重申台湾从来不是国家，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毛宁还批评了赖清德是通过台独言论来推行分裂主义。其实北京的反应没什么新意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专门讲一下为什么北京说到了这个割裂历史这一块。其实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在之前期待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带着我上次访问台湾的时候的一些新的认知和一些问题意识来看这个讲话的。我感兴趣的就是台湾人和台湾政府他们在表述台湾从建国到跟中华民国国民党执政时期到这个威权时代的结束，到现在完全进入一个民主自由社会，这个历史脉络中他们自己是怎么定义和怎么表述的。其实这个表述就体现了台湾政府和台湾人目前的一个主流的历史观。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文本上是很有解读的地方，在这里我就正好把我的解读说一下，咱们再回来看北京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哈。首先是在谈及中华民国建国过程时，要知道台湾民国政府现在其实已经有113年历史了嘛，那么但是他的表述呢，赖清德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和国民党这些字眼，而是使用了这样的话语：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他们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然而，民主的梦想曾经在熊熊战火中被吞噬，自由的理想常年在威权统治中被侵蚀。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75年前的古林头战役，66年前的823战役。我们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你我，守住了台澎金马，守住了中华民国。他说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起义，推翻帝制。你看他通过理想化的方式描述了当时的革命者，在引语啊，他们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他们的理想是打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它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在历史中的角色，而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台湾100多年来一个作为民主国家自我认同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其实就跳过了很多东西，他没有再专门去讲历史，也没有再从三民主义到孙中山到国民党都没有，直接定义了台湾一直是在坚持民主的。而且呢，他在他的这个讲话里呢，还其实快速的在几个时间点上回顾了台湾的民主历史，强调了113年前是推翻帝制，75年前呢古宁头战役，66年前
8·23战役，还有45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他强调的其实也是台湾人民一直在为民主和自由做的斗争。就是从他的这个讲话来看哈，他又回顾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又把台湾的民主运动和本土化连接在一起。他其实强调的是台湾人和台湾岛这个连接不可分，所以在这样一个叙述下，他最后强调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他就把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历史脉络下，他也说台湾人是一直有一个追求民主的一个脉络的，但是他就没有提什么大陆这些概念。这样的表述其实一定是精心设计过的，可是北京就会非常愤怒，因为他摆脱了这么多年北京一直在极力坚持和绝对不容撼动的，在基于历史、文化、地域这些概念上对于主权关系的这么一个锁定。可是我就觉得这段话是最有意思，我要拎出来说的。所以咱们再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北京这次对这段话没有直接点出来，但是对赖清德再回到这个国家论的表述时候的那个态度那么强硬，然后就完全无视赖总统对于号召北京在维持全球和平、在改善气候变化一系列的全球议题下，希望和中国政府站在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地位上携手合作，这样的一个橄榄枝的伸出，中国怎么可能接受呢？他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岛啊，你怎么可能要求跟我是平等交流呢？可是在我个人看来，赖清德他这样一个讲话其实是展现了一种全球视野下的一种主权意识，就是他把台湾做成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有一个全球责任，有一个国际视野，这一点是加分的。说完北京的反应呢，我们再回来看国际媒体。国际媒体也分析了北京这样一个强烈反应的这么一个事实层面下面呢，接下来看什么？路透社说呢，中国没有立即进行军事演习，也就是说在10月10号前后这1-2天还没有军事演习。但自赖清德上任以来，中国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加，他们通过频繁的战机飞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和海军巡逻展示，都是要表现他们对台湾的军事威慑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军演或者军事威胁，并不等于这事儿就过去了，还要继续看哈。那么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怎么看这个事儿呢？美国政府其实这几天都在表态，现在整体而言，大家的分析是在降火。基本的论述呢，就是敦促中国保持克制，就他没再提支持台湾，但是他希望中国保持克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就对媒体说台湾总统的国庆讲话是例行惯例，不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借口。而且美国的这个表态呢，其实礼拜三就给了一次，在赖清德总统向国际媒体和国际上吹分的时候，说我们国庆要说话的，美国就已经发了一个国务院的新闻稿，就说敦促北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台湾不管国庆活动上说什么，都不应该成为北京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就提前就给降了温了。针对美国的表态呢，金融时报英国的报纸还专门补充说，美国和台湾维持强劲但分官方的关系，但是呢，美国是否有义务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时候直接进行军事防御呢？这一点在美国方面一直是模糊的。再回顾一下过去，拜登总统此前曾经在日本出访的时候，专门明确表示被媒体一直引述的一小段话哈。拜登说，如果台湾遭遇中国的侵略，他用的词是 invasion， 美军一定会介入保卫。那么现在在美国大选马上要出结果的时候，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其实目前这个阶段是最模糊也最敏感的
期间，所以现任的民主党政府采取的就是先稳住，等选情完了以后再说。还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呢，上周中国10月1号也在国庆，赖清德就发表了一番讲话的。赖清德专门说，当然也是庆祝台湾的双10这个庆祝活动嘛。他就说了一段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为什么？他做了一个时间线的分析，说我们113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了，从历史上从年代上，我们怎么可能是你们的一部分呢？他这个讲话呢，在台湾这边或者国际社会呢，当然支持台湾的这些声音呢是一片叫好，认为又是蛇打七寸，点中了。那么北京反应就非常强烈的，就直接指责他推动台独。总的来看呢，赖清德总统这次的国庆讲话呢，展现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自信。你看他的视野，他的自我定位和他对历史国家台湾国际责任，台湾和中国在国际环境下的这样一个关系呢，它是有了一个属于台湾自己的一个表述的。他也为未来他认为的两岸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但是所有人都预见到的，也在紧密关注的，就是北京一定会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施加压力的。但是目前来看，赖清德既然明确的几次讲话就是只怼北京的立场，他接下来也依然会选择既不屈服也不挑衅的方式来捍卫台湾的民主价值和主权。要特别说一句，据中央社报道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是在国庆期间呢，到了国民党中央总部参加升旗典礼之后呢，明确说本来要计划去参加这个国庆活动的，但是因为反对赖清德提出来的这个新两国论，所以他不去了。而且他说呢，赖清德就是在追求台独路线，认为赖清德严重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然后就会把台湾2300万人带向险境。所以我们先总结一下，这一次赖清德在国庆的演讲呢，没有出大家的预料，有一些看点呢也落实了，一个是他的历史表述，一个是台湾的这种国家身份认同的明确陈述，一个是他也明确表达了要捍卫台湾主权，不怕任何军事对抗的这么一个态度。可是他言语上还是很柔和的，他也延续了蔡英文一直以来的这个希望维持现状的这么一个呼唤，而又向中国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国家关系平等国家的这么一个立场上的友好，认为希望可以跟中国一起推进世界和平。但是这样一个表述呢，肯定得到了北京非常强烈的反对，认为就是台独。美国政府的部分呢，是因为现在大选期间选情未定，他们不希望在台海这个局面下面出现任何的变数，所以采取的是降火。那国际社会关注的就是北京在接下来会不会采取升级的军事和外交报复行动。我们接下来也会紧密关注北京在军事方面会有什么动向。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